今天穿明制汉服来逛河北遵化清东陵中的孝庄陵，也就是昭西陵。墓中埋葬的孝庄太后就是洪清野史中逼降洪承畴的那位大玉儿。其实大玉儿这个名字在清史稿中并未出现过，它其实是一个民间的称呼。我能找到的最早出处是小说《清宫13朝演义》，而之后的各个影视剧可是把这个名字给发扬光大了。时至如今，大玉儿这个名字的知名度已经不亚于孝庄这个谥号了。如今的昭西陵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清东陵的一部分。当初清东陵被盗的时候，它也没能幸免，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。因为这些不是重点，真正的重点在于葬在清东陵的孝庄辈分比这边的任何一个人都高，但埋葬他的位置却非常潦草随意，甚至都葬到风水墙外边去了。这种情况绝对是不正常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是在河北遵化的清东陵里边的孝庄陵啊，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。我是2025年12月从天津自驾过去的，考虑到孝庄陵的位置比较偏僻，所以我先说说它具体在哪儿。你要确认的第一个地标是清孝陵神道上的大石牌坊，然后站在这个位置往东边的树林里看，就能找到一条林中小路，往里走一段之后就能看到一个采摘园，再走一段就是孝庄陵了。记住这段路只能步行，开车是万万不能开的，因为它太窄太颠簸了。理论上昭西陵是被拦起来的，不让游客过去，实际上文保员就住在旁边，打个招呼就可以越过障碍，在院子外看看，但是陵墓区的院子内就不可以进去了。从这个位置往南看，能远远看到一块碑，这是神道碑亭的位置，但走近了一看，发现碑上一个字都没有。原有的碑亭建筑毁于火灾，石碑和壁系都受到了影响，但眼前这些看着很新，完全不像是被烧酥了的样子。现在我们再从航拍视角看看昭西陵的格局。刚才带着一截灰墙的地方是昭西陵的外宫墙，而带着琉璃门的区域才是昭西陵的内宫墙。它的第一进院落是隆恩殿及其配殿的遗址。根据资料显示，这边的隆恩殿是重檐五殿顶，是顶配中的顶配，但如今昔日的建筑已经不在了，只剩下地面的遗址了。再往后就是方城明楼区域，方城前面有15宫和江岔路，上面的明楼是重檐歇山顶，后面则是正圆形的宝顶。这个方式不太多见，因为清代的帝陵宝顶大多是椭圆形状的。孝庄虽不是皇帝，但无论是地位还是辈分都是非常高的，所以墓葬的级别是应当向皇帝看齐的。所以这个宝顶造型属于是清帝陵中的一个特例了。看完基础格局之后，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那就是孝庄为什么葬在了清东陵，而不是运回东北和皇太极合葬，而且它的位置为什么这么靠外？首先选择葬在清东陵这件事儿是孝庄自己的意思，后世子孙只是遵命办事儿。我们在清史稿里能找到相关记载，但是问题在于清东陵地方大了去了，该如何给孝庄选个符合身份的具体的墓址呢？很明显康熙不知道怎么选，于是就一个字儿拖，只给孝庄建了一座赞安奉殿，用来临时停放灵柩，然后就把问题留给雍正了。雍正上位后表示，赞安奉殿这个位置就挺好，不必再选地方了，于是就地建起了昭西陵。经常逛陵墓的朋友都知道，帝陵一般都是依山而建，要的就是一个靠山的好风水。以孝庄的地位，本该是和帝陵看齐的，但雍正既然选择了就地凑合，所以孝庄的陵墓就被建在了这片平原地带，属于是清东陵的边缘地区。之后这边建起的隆恩殿是重檐五殿顶，建筑级别高于清东陵的全部建筑，大约可以视为一种补偿，但我们刚才看到它已经不复存在了。这就是孝庄陵过往的经历。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它被盗的历史。这个事情孙殿英没有参与，而是另有其人。在1931年，当地土匪凿开了昭西陵地宫的石门，将陪葬品洗劫一空，并把孝庄的遗骨都给破坏了。之后溥仪派人来善后的时候，发现这边是一片狼藉，连孝庄的尸骨都散落一地。这就是他第一次被盗的经历。第二次则是在1945年，那会儿在解放战争期间，清东陵区域出现了权力真空期，所有的墓几乎都被盗了第二遍。
赵西陵当然也没跑了，但这次的盗墓人却收获不大，因为前一波人把这座墓扫荡得太干净了，所以第二批人的收获就很少了。后世也有一些人将孝庄墓被盗这件事儿归罪于康熙帝，因为是他主张改的土葬，还陪葬了大量的珠宝，这种行为是非常引人注目的。对于陵墓来说，引人注目可不是什么好事儿，一旦被人惦记上，那被盗就只是时间问题了。除了以上2次被盗经历之外，孝庄陵在近些年居然还有新的被盗经历。这话是在2016年，有人在昭西陵里边盗走了一个石质残件，但几个月后就被追回了。毕竟时代越往后，技术手段就越先进，被盗的文物也就越容易追回。既然孝庄陵都被盗了这么多次，地宫也开启过了，就应当和乾隆陵、慈禧陵一样，直接打开地宫对外参观，联票价格可以涨个5块钱左右，观众能多看东西，景区能提高点收入，红星史学家还能多发掘点有用信息，保不齐地宫里就有大家都没见过的新东西。总之每个人都不吃亏，这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情又何乐而不为呢？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收藏加关注，和徐公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